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经常感觉你的眼睛疲劳，看东西模糊不清晰，那么今天我要教你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打开我们眼睛上面的一把锁，就能够让你的眼睛明亮透彻。而且这个方法非常神奇，神奇在什么地方呢？只要你能跟着去做上一个20秒到30秒，眼睛一睁，你会发现一片新的天地，整个眼睛的进光量会明显增加。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告诉大家。大家如果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讲动作，眼睛上面的这把锁就藏在咱们的眉头和眉尾，只不过咱们需要用一些特别的技巧，才能把这把锁给完全的打开。大家可以跟我做这个手势我们的大拇指和食指做成这样对住了我们的鼻梁，注意看，我们把指腹是贴在我们的鼻梁，顶在我们的眉骨这里，大家注意看。然后呢，手呢是往上去推，记住这个发力方向很重要手是往上，大家看我这个手往上去推。顶着顶着往上推，怎么也推不动了这个点就对了。同时你能感觉手往上一顶，里面出现酸酸胀胀的感觉，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感受，证明你这个点找得非常准确我们就这样，手贴住鼻梁往上去推，推上去推不动了嘿，这个时候就到了。好了，双手贴住我们的鼻梁，顶住我们的眉头，然后另一只手呢分开来，用我们的大拇指和我们的中指分别按在我们的眉尾。把我们的眉尾，你看看我的手势往外去推你看往外去推，点住我们的眉尾往外去推记住了，这里的推并不是说让你这样去刮而是点住了以后往外去发力我们一手贴住我们的鼻梁，推我们的鼻头，另一手呢就是贴住我们的眉尾往外去推，就这样保持住它的发力方式是这样的，你看往上往外同时发力。好，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现在把眼睛闭起来，可以跟我一起做你看，来发力。好，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但是无论你怎么呼吸手上的劲一直要顶着。我们就这样保持一个20秒钟，把眼睛一睁开，你会发现这个眼睛立马的变明亮了。而且不仅眼睛变明亮了，你会感觉整个我手指的这一块都会感觉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畅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过这个动作把我们眼周的这个锁给打开了。如果你经常看书经常用眼，或者是年纪大了感觉眼睛有一些老花，想改善一下自己的眼睛，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一手推眉头，一手推眉尾。只要方法用对了，每天坚持做一个20秒到30秒钟，眼睛一睁就是一片新的大陆。这个方法适合于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去做。如果你感觉这个方法帮助到你，让你的眼睛变得非常的舒服，记得一定要把这个方法转发和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你的一个小动作无形之中就做了一件善事。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因为在我这里你能学会到非常实用、非常管用的小妙招。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再忙你都要练深蹲，深蹲对于我们体质的提升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经常听到的气血肾气阳气其实深蹲都可以帮助我们提升。为什么深蹲如此重要呢？因为我们在做深蹲的时候不仅仅是可以锻炼到我们腿部的肌肉，要知道腿部的肌肉占有我们身体肌肉总量的60%，更能够刺激到我们上半身的一个肌肉。同时呢，我们在做深蹲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个什么呢？高低的一个体位差，所以呢，它可以更好的刺激我们心脏的泵血。说白了，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所以说，如果你体质弱、气血虚感觉自己总是怕冷畏寒身体没有劲身体上面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你就把深蹲每天做上一个30遍，通过深蹲改善体质，你会发现你的身体越来越好。接下来我来告诉大家正确的深蹲怎么去做。深蹲对姿势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个正确的深蹲可以锻炼到我们全身90%的肌肉。同样的一个错误的深蹲，很可能对你的膝盖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正确的深蹲怎么去做呢？我们初学者应该掌握哪些要点呢？首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最好在我们的身后放一个小板凳在这里呢，我因为没有小板凳，我就拿这个小铁栏做一个示范。
我们做的时候是什么呢？是要想象我们的屁股啊去坐在这个铁栏上啊，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拿小板凳代替啊。你看，我们坐下来，好，坐下来以后起身啊，你这种感觉就是去做一个深蹲的感觉。那么我们做的时候啊，不要完全的坐实，一定要什么呢？屁股啊虚碰在这个板凳上，然后呢碰上以后。调整一下身体啊的平衡，再慢慢起来。这样的话呢，你就能掌握我们深蹲的要点。同样，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在做深蹲的时候，这个膝盖啊一定不能过多的超过脚尖，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压力会聚集在我们的膝盖上。所以在这里啊，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正确做的时候啊，先调整好距离，然后呢，把手放到前方，慢慢的用屁股试探的往下去做，哎，碰到这个铁栏了啊，保持住。虚碰啊，不是实碰，实碰就这样的啊，虚碰，保持住，好，起身，好，这样就是一个深蹲。起身的时候，记住了，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胯部，你看往前顶啊，来看1、2顶胯啊，胯部往前顶，2顶胯，好，来3顶胯，好，我们学会了这个姿势以后，就可以把这个板凳撤掉了。给大家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注意看啊，来看。1、2啊，注意看这个胯部啊，一定要有一个往前顶的动作。来看，3啊，正面，4、5，好，我们做完了以后啊，你会发现啊，不仅是腿酸、腹部酸啊，后背啊都会有很大的感觉。为什么呢？一个完整的深蹲，你记住，90%的肌肉都在参与。因为很多肌肉都要去负责协调你的身体平衡，所以深蹲锻炼非常的多。当你掌握了基础的深蹲，我们可以把深蹲的难度再往上提升一个等级。怎么去做呢？双手举过头顶随便怎么样举都行，你抱着头也行往上手往上伸也行。我用抱头演示我们手抱着头，然后我们侧面看来1、2、3，正面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去做有哪些好处呢？它可以强化我们整个后背的力量，因为当你双手抱头，手臂打开的时候，我们在向下蹲的时候，我们整个力量会集中在我们的后背，好，再起来这个时候后背它就像一个绳子一样因为调动了这个力量，募集了大量的力量去抓我们的整个后背，让我们的胸挺起来。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都去练习。最后给大家做一个训练安排，在动作标准的基础之上，我建议大家每天做20个为一组，一天做上一个3组到4组。整个过程不用过快缓缓的下蹲，缓缓的起来，掌握这样的节奏，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好的，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传统养生动作当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动作，叫做剑指。这个动作不仅可以快速的强大我们的心脏，提高它的一个泵血能力，打开我们全身上下的一个气血通道，增加气血循环代谢，更能够疏通我们的经络。做完这个动作以后你只需要3分钟，你会发现身体上下哪都有劲。原来一些容易发凉发胀的地方逐渐随着你的做的次数变多，慢慢就消失不见了。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今天分享给大家。大家看完学会以后如果感觉有用的，记得评论区下方一定要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每天就跟着看，跟着练。好了，话也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分享动作。首先，咱们来讲一下动作要领这里呢，我们要先讲一下手势，手势非常重要，走近点给大家看。大家注意看，我的手一定要是什么呢？大拇指贴在我们的手掌上，然后呢，4指紧握。记住了，此时我们的手掌要有一个什么呢？一个收回的状态是这样然后出去的状态是什么呢？4指瞬间弹出来，弹出来以后4指要分开，但是我们大拇指不动你看瞬间弹出来分开大家看这个手势注意看。好，讲完了手势以后，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手势稍微先练几下可以快速的你看弹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发力的感觉大家看好。当你找到这样的感觉以后，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基本的姿势你看，首先我们要打开我们全身的气血循环打开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站姿是很有讲究的身体呢这个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然后膝盖微微的弯曲一点，使身体下沉，然后这个腹部向内收。为什么要向内收呢？一会儿我们要吐气用气
打开我们全身的一个经络啊、气血啊，并且伴随着这个动作，让动作更有力。好，一只手呢，我们贴在我们的后背，像这样啊，你看贴在后背，行了，这个就基本的姿势。好了，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动作啊，你看手回收啊，刚才手上的细节给大家讲过了啊，回收的时候吸气，形成这样的姿势，看我的胸口啊，吸。啊，这个手肘啊要往后，手往后，胸挺起来，吐气，瞬间你看把手打出去，四肢张开啊！你别小看这个动作，你看反复给大家演几遍啊，我们侧边做啊，啊，这个动作啊，它是一个什么呢？你看像弹弓一样，蓄力。挺胸，吸气，吐气，瞬间释放这个力，把身上的这个力啊全部往前，四肢打开啊，往前啊。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腿下沉是处于一个静态的发力，我们的腹部紧收啊，它有一个向内的发力，同时随着我们的呼吸会改变我们的负压大小，锻炼了我们的腹部，再加上我们来回挺胸啊。这个释放这个力量啊，打开我们手臂的经络，这个动作你看似简单，其实里面啊藏着很多的一些技巧啊。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你看来，吸，吐，它有一个震荡的力，大家看到没有？它有个震荡的力。我们换只手也是一样去做啊，把这个姿势摆好，一手贴在后面啊，一手啊，你看把姿势摆好，好来，吸，吐。啊，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吸，吐，吸，吐，啊，瞬间把这个力量发出来。大家会发现啊，当我们手瞬间出来的时候啊，不仅仅啊会感觉这个力量啊是往前打，还会有一个反作用力啊，一个震荡的力，一直贯穿到我们的后背。所以很多朋友做完以后啊，不仅会感觉手上发热，这个后背啊被震荡一下也非常舒服，而且整个动作做完以后，人会变得非常的挺拔。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左右手各做40下到50下为一组啊！如果刚开始啊，你的强度感觉有点大，你可以做个20下到30下为一组，每天坚持多练一练，你的身上的经络气血啊都能被打开，而且练完以后还能增加我们心脏的一个泵血能力，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统养生锻炼的动作。好了，今天这个剑指啊，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因为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个非常有用的养生小知识。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骨质疏松啊，一定要重视，特别是过了50岁的女性群体，一定要更加的重视，因为在骨质疏松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女性群体啊比男性群体啊是更容易啊患上骨质疏松，而且骨质疏松啊它是不可逆的，一旦你的骨骼啊开始变脆了。变弱了，你再想让它变得和原来一样强壮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呢，我们一旦发现骨质有变弱的这个问题，一个潜在问题存在以后呢，一定要及时的通过外在干预。很多人对骨质疏松啊不太了解，我给大家来简单解释一下。骨质啊分为骨密质和骨松质。那么骨质疏松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骨密质，也就是我们骨头最外面坚硬的这一层啊，它变薄了，变脆了。骨松质呢，就是我们骨头内部它有一个一个的小孔，咱们称之为骨小梁啊，它变得孔变大了啊，没有一定的支撑能力的。这个时候，你的骨骼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啊、抗压的能力啊、抗剪切力的能力啊，都会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啊，当你的骨质疏松啊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啊，走路不小心磕了一下、碰了一下，就变得骨裂了。骨折了啊！我们的人啊有一个上下重力的存在吧？啊，如果你坐公交车，比如说突然颠簸了一下，哎，突然发现脊柱啊压缩性骨折，这些都是骨质疏松啊带来的后果。同时啊，骨质加快流失还会引起身体上各处啊产生一些疼痛。所以一旦你的骨质开始疏松了，一定要从2个方面来下手。哪2个方面呢？第一方面啊，就是多晒太阳啊。太阳可以促进我们的钙质合成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第2个方面啊，就是多运动啊。运动有什么用呢？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我们
骨骼的一个密度，同时呢减少我们骨质流失。在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啊，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经常运动的人，他的骨质疏松的一个年龄啊，会比不运动的人啊要晚上不少。我见过80多岁的人还能去拉单杠，还能去跳跃。那我也见过啊，50、60岁的人已经骨质疏松的哪里都不敢动啊，甚至剧烈一点的跑步啊，他都不敢跑啊。所以呢，你看运动啊，对我们后面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线程啊，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在这里啊，教给大家2个能帮助我们强壮我们骨骼的运动。第一个呢，就是啊原地踏步。啊，就像我这样啊，原地踏步啊，原地踏步为什么好呢？第一个，它的动作啊是非常的简单的啊，每个人都能做。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我们脚啊垂直落地一刹那，大家可以把脚抬起来，往下去震，你会发现啊，手放在肚子上，脚一抬一震啊，它这个力量会顺着我们的骨头往上走啊。这个力量代表着什么呢？就是它会刺激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关节、每一个结构啊，让我们的骨质的密度啊增强。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运动啊，可以通过这个原地踏步啊，每天就这样去走。啊，原地踏步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啊，就这样去走就可以了。去走上一个5分钟到10分钟，不仅啊可以增加我们全身的气血循环，还能够增加我们的骨骼密度。第二个呢，就是踮脚啊，踮脚非常简单啊，就是把脚往上踮啊，上下的去做这个动作啊。踮脚也一样的，它的原理的核心啊，都是通过我们上下的一个反作用力啊，去刺激我们的骨骼，让我提高我们的骨骼的一个密度。所以这2个动作啊是非常适合于年龄稍微大一些的啊，60岁左右的人啊，去增加我们骨骼密度的啊。日常当中啊，你可以晒晒太阳，配合这2个动作，每天啊做上一个5分钟，就能够很好的提高我们的骨骼密度啊。这2个动作非常的好，只要你坚持做，你的身体啊也会越来越好。我是大伟，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经常感觉腿脚没有力气，上下楼困难，发寒发虚，经络不通，气血不通，今天啊我要教给你一个道家的绝活，叫做正腿功。这个正腿功啊非常的厉害，我上述讲的这个问题啊，通过它的一个训练啊，都能够很好的改善。那么这个正腿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通过给我们腿部啊传达一个震荡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不仅可以加快我们腿上面的一个气血循环，更能够通过这个震荡的力量打通我们腿上的经络啊。做完以后啊，你的腿脚啊是非常舒服，可以说是健步如飞。如果你啊感觉这个视频非常的好，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现在我们来开始讲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正腿功啊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动作。首先，双腿啊完全打开，比我们的肩膀啊稍微宽一些，脚尖呢是指向外部。此时呢，我们的身体下沉，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啊，刚好我的手啊自然放下来，可以触摸到我的这个大腿的前侧。好，在这个姿势之下，大家注意看，我的脚尖踮起，往下啊，往下啊，大家注意看，我给大家演示一个完整的。我们做的时候可以把手啊放在我们的大腿内侧，感受一下这个力量的一个震荡。大家看啊，大家跟着我可以一起做。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我腿在往下啊震的一瞬间，这个力量啊顺着我们的腿部啊就上来了。这个大腿的肌肉啊会来回的进行一个抖动。如果你拿一个慢动作的相机啊对着看，你会发现这个大腿抖动的这个规律啊是非常漂亮的。好了，我们演示完了以后啊，现在给大家来一个正式版的啊，就是说我们腿要分开，双手啊放在腰间啊，刚刚是为了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震荡的力量。现在咱们双手放在腰间啊，记住了一个心法口诀啊，你看，往上吸气，往下吐气。做的时候有一些小细节大家是看不到的，就是什么呢？我的脚趾啊要始终啊抠着啊，就是什么呢？抠着地啊，抠着地啊去颠啊，抠着地，然后呢用我们的身体下沉一个力量，把我们整个身体往下压。此时呢一个反作用的一个震荡力啊就传导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同时呢我们手啊插着往下的时候是吐气，大家听，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看。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看似很简单，但是你真正做起来以后，会发现这个动作啊，其实非常的消耗体力，而且做完以后，你的大腿、小腿啊都会感觉胀胀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呢是我们肌肉用力，第二方面是我们的气血啊循环起来了。你坚持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你会发现脚底发热。同时呢，这个腿上啊，你可以活动一下，感受一下啊。做完以后啊，走起路来啊是非常的轻盈，非常的有劲。这个动作你只要每天坚持去做上一个50下，那么你的腿部啊就会经络越来越通，啊气血越来越顺畅，同时呢上下楼也会越来越有力。最后啊，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很多朋友啊年龄大了，那么我建议大家做的时候是什么呢？手扶着墙，可以双手扶着墙，啊去做这个动作。咱们只要把呼吸的频率掌握好就行了。好的，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吧。这个动作非常的好，真心的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掌握了这个动作精髓以后，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出去。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